臭臭的。早安吗？Who is the teacher? Me. My name is called Mr. Jabbold. Mr. Jabbold. And my name is called Mr. Miss Gaddis. I am your math teacher. Mouse teacher. Math. Math. Okay, tell me what is 10 plus 10 plus 12. 10 plus 10 plus 12 equals 32. Oh no, you know that hard question. Okay, tell me how about 2 plus 5 plus 6? Do you know that that's pretty easy? No, 2 plus 5 plus 6. Oh. That's so hard. Equals 13. What do you Miss Gaddis? Miss Caddis, what can you teach me? No. Louis, you have to be Mr. because you're a boy. Yeah, Mr. Caddis, what can you teach me? Oh. Do you know what 6 plus 8? 10? No, yeah. What's 6 plus 8? 6 plus 18. 2? No. What is 6 plus 18? 18. 好吧，显然面对我这样一个不好学的学生，老师们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来备课啦。Hello， 早上好呀！今天早上准备做一个非常快手的冰箱食物，就是你们早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做它。要用的材料真的非常简单，一些香蕉和一些酸奶搅和搅和，加一点点 husk 也可以不加，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纤维，就是 fiber， 所以说会促进消化。上面再放上喜欢吃的水果或者是坚果，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在外面包一层巧克力酱。放到下面去冰一会儿，不要放上面。我饿呀。等会儿给你做好不好？说什么？做好吃的冰淇淋。冰淇淋？今天准备泡铁观音，可是家里没有盖碗茶，就随便了，有啥茶回去用啥茶。刚刚在找没找到。我的小种红茶基本上全被我喝完了，所以说现在只好开一些其他的茶来喝。快速的，开始我们正式的第一泡。哇，这个茶香好浓郁啊！我有个朋友说他要给我带一个有兰花味道的铁观音，很期待。都在我手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是吃的东西应该放脚上吗？还是不应该？但是我的手上不行呀。谁说的？就是闻起来臭臭的。啊，只是闻起来臭臭的。你的脚闻起来臭臭的，但是不脏是吗？对。你闻闻看这茶香不香？这是铁观音。我感觉我最近早上的胃口没有那么好，所以早上就是吃2个鸡蛋，然后一点点牛油果或者是苹果之类的东西吧，怎么简单怎么来。然后正好小朋友午餐盒也要放鸡蛋，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早上在煮鸡蛋。我让 Louis 来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训练，手部训练。他用一个 tweezer， 就是镊子，来把它夹住，然后再放到那个花瓶里面。啊，你做到了！这是一个精细手部运动的训练，一般小一点的 baby 给他用。不过小推子，我自己发现小镊子我也不是很容易弄，所以说对于 Louis 这个年纪也是可以培养他的耐心、细心以及他手部的协调力。反正面条已经被他拿出来了嘛，就玩呗。是很会跳呀。我们的洗衣的篮子里面有太多衣服要洗了，帮我装到洗衣机里。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我可以等会儿过来帮你把洗衣液放进去，可以吗？可以。都放进去了，这么快？我来帮你好不好？这太重了，你的握力没有那么重。妈妈做什么呀？哇，地上已经擦得差不多干净了。如果你是不是今天又穿了2件上衣啊？然后你穿了2条裤子吗？还是一条？一条。是2条。早安。早安，妈咪。今天又开始有点热了。够温暖吗？这个抱抱。温暖。
现在就是开始你记得吗的对吧？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哈，哦耶！你太大大。收到了路易的信，好像收了2封，拆一下。就要带他去打一个疫苗。我们的邻居他要建一个新的房子还是什么，然后说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包括他房子的一个设计图纸也会给我们去看一下，就确保所有的邻居满意。他早上剩下来的铁观音，好喝好喝。我有试着用米诺地尔，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块还是缺的，就是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长一些小毛了，但是就这个地方它没有毛囊，它就长不出来。其实我前2周不是答应你们说，这周要做一个 Q&A 嘛，是准备做的，然后会放在这个 vlog 后面一点点，等会儿会有时间出来。像冥想人去泡澡了，来吧，聊天时间开始。然后我发现你们给我问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好想问桃江是怎么做到每天看起来都高能量，每天接送阿萨、路易上下学，还会积极去运动，为什么一点点疲惫的感觉都没有？感觉心态好好，能量充足。好想成为像你一样的高能量者，但是我感觉光是上完1天的课，准备备考试务，一点精力都没有了。运动是怎么都运动不起来，怎么办？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你的精力啊，由3个东西决定，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吃什么？就如果你吃很多很多碳水，或者很多很多油炸，我会跟你一样，就是也会比较困。所以说我从蛮长时间开始，我早餐就不会把重点放在碳水上面，更多的是放在蛋白质上。我自己的不是健身教练，我的那个打网球的教练，他也会跟我说，他说，他问我你早上吃什么？我说我可能会吃鸡蛋。他说对，早上要多吃鸡蛋，然后吃一些蔬菜啊之类的，可能也是会影响的吧，就是你的饮食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能量高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给自己输入一个程序，就是我困了，我很累，我有好多事情。有时候你累不累是一个心态问题嘛。最后一个就是如果累了就休息，睡眠也很重要。我觉得最让我累的那种时候，反而是我晚上在那玩手机的时候，我会觉得再看一个，看的时候不觉得累，但看完了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也没有休息到位。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答到你呢？这3个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要稍微控制一下。还有就是，如果你说要运动，你真的想要运动的话呢，就赶快去运动，不要说我好累，但我想运动。不，你如果想运动，所以我就去运动，不要给自己放太多的运动，但是适量的运动其实是对身体还蛮好的。OK， 下一个，我想问播客什么时候重启播客？超爱每次听陶酱聊到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就让我很开心。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有声音、有视频版的播客，不是吗？而且我感觉播客要花的剪辑时间的确比我想象中要长，准备时间也挺长的。一个人在那哐叽聊天也挺干巴的，要找到一个好的播客搭子是可以的。之前其实也有人找过我，但是说实话，我最近工作还挺饱和的。为什么饱和？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一天的日程安排。就早上从6点半到8点半是我和小朋友需要一起做早饭、吃早饭，然后把他们准备好上学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从8点半到9点半是送小朋友上学。我真正的属于我自己可以用来工作、用来玩的时间，都是在9点半到下午2点半之间，就10、11、12、1、2这5个小时的时间，中间还包括要吃饭呀之类的。2点半之后呢，要去接小朋友，他们有一些课外的活动，如果没有课外活动，也会带他们去公园转，直到晚上的将近8点到9点钟，我才又会让小朋友睡着。那段时间呢，我也不能够去做很多别的事情，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我每天真正能够用来工作的时间还是蛮少的。我就会排一下我最感兴趣的事情。目前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网球啦，然后自己在家里面正反手啊，然后各种练步伐，以及让我觉得很开心了。所以对了，刚刚那个运动呢，就是你不爱运动，很有可能是你做的那个运动并不让你心跳加速，不是体征上的心跳加速，而是你不会说我想到它我就很想练。如果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运动，那你就去做吧。下一个，请问陶酱和萨爸在育儿时会不会有教育理念相左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一般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
理念最终是要被实施的。那实施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那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管理层换了一个新的领导，或者学校换了一个新的 principal 校长？一般像阿瑟他们学校换了一个校长之后呢，他有非常多新的理念想要去实施，包括我跟你讲有非常非常抓马的事情，就是家长群，校长就会给所有的家长发一个 PPT， 然后说所有的家长群是不可以用来去讨论学校的新政策的，你们只可以去分享新的政策，就是别人有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某个活动，那其他家长可以说某某天有哪些活动，这是可以的，不可以聊关于这个政策他们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是我们新的校长的他的一个行事理念。那么有一些家长他就不同意这样，他们就会在群里面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下面的小朋友会不会他们更尊重的是 discipline 规则规章制度，而轻视了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考，因为你连家长的想法你都要去控制，那你对于孩子的想法是不是也不是那么愿意去倾听呢？就好多家长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在。那么这个校长也会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提供孩子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去自由的去玩，然后自由的去玩的时候呢，他会提供几个选项，最后那几个选项中有1、2个特别特别受欢迎，譬如说像园艺呀，还有什么，因为那个园艺是去别的很好的一个餐厅后厨的后花园去帮忙，所以说小朋友就特别特别感兴趣，最后就变成了 dog chase dog， 就是手快有手慢无。就看家长拼手速，能够帮孩子去选到那个活动的话，那孩子就会特别开心啊，就是没有办法去的孩子就会特别难过。那也有一些家长对于这种活动的安排是否周全，或者是否真的尊重孩子想要做什么，也有一些顾虑。anyways， 这就是我其实刚刚想说的，就是理念有时候当你实施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的理念可能是你觉得很好很好的，但你实施下来了之后会有很多很多会很现实的问题发生，因为毕竟人是很复杂的嘛，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挺复杂的，所以说当我们在育儿的时候有很多理念，我们不太纠结理念上的不同，而是纠结于目前小朋友身上有没有出现某一种我们观测到的小小的 issue 小的困境，他需要去帮忙的地方。譬如说我们都发现阿瑟和路易在他们去玩足球的时候，就是上足球课的时候，尤其是对抗赛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置身事外，就是他们完全没有那个 drive， 没有那个渴望，就是我要把球踢到球门里的渴望。一般要老师去提醒他们，去说Louis run go get the ball， get the goal， 这个时候Louis才会去这么做，包括阿夏也是，他们有一点置身事外的感觉。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跟萨拉就在聊这个话题，所以当我们都认同有这样一个现状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就不会是某种观念相左的时候在谈很抽象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大家都给一些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去调整一下我对待孩子或者他对待孩子上面的一些方式。譬如说萨巴就同意说那可能我带孩子的时候我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每天带他们去踢球啊，我也不是那么的运动，他可以在周六周日抽空和孩子去踢足球。所以说我们就是讨论吧，讨论就会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个，陶酱还是想时不时听你的读书分享，也可以是购书分享。天哪，我真的很想做读书分享，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把自己压榨的有点太挤了，就是我又想看书，我又想锻炼，还想陪孩子，还想干嘛干嘛，就事情太多了，最后读书分享往往就是被我放到最后的，因为书读完了，我自己在脑海里面冒泡泡，就没有写下来，因为写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消耗我自己精力和时间的东西，可能至少要花2天的时间去写，我是不是能够花出2天的时间我就要打个问号，不是像有一些人他就是出口成章的，我自己还是自认为是要去打磨我的东西的。可是百年孤独我要跟你们去分享，就定在2周后好不好？就一般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就跟我说的，想做一件事情立马说下来，比如我要减肥，或者我要干嘛，我要考一个什么什么名字，你就告诉你周围的你值得信赖的人，跟他说接下来的时候我会该怎么去做。他有时候这句话呢会成为某一种印章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会做到，看2周之后有没有做到吧。然后这个就聊到下一个问题，陶酱想问问如何克服拖延症。一件事情总要等到最后时刻才开始匆匆忙忙做，看你的视频总觉得你是那么的有条理，事情安排的很合理。
我也有拖延症，只不过我该做的事情我都会尽量的把它做掉。什么事情上面比较有拖延症，那可能就是打包行李的时候，就每次旅行我可能都会有一种不真实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次总得要到了那个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啊，我真的去旅行了。不然的话，我总会担心我的签证不过呀，或者是丢了行李呀，就是我总会有这种担心，不知道为啥。怎么去克服拖延症？很好，我有一个好办法，等我去拿。你们知道 Moleskine 这个品牌吗？是我原来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它有一个专卖店，应该在 Regent Place 附近吧，或者 Regent Street， 就是摄政街那边，买一个它的小本子。这个不一定是 Moleskine，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很薄很轻，但是呢页数巨多无比，把要做的事情 ABCD 列一个。当你做完一件事情就划掉，不一定要写的非常详细。比如说啊，我要列下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如果这样有帮助，你就列。但对我来说的话，我只需要写出我今天要做的这10件事情，或者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下第二天可能要做的事情。等做完一条划一条，做完一条划一条，你就可以做完的。拖延症的一部分原因是你可能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从哪件开始做。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你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你担心做的不够好，所以说你就一直拖着。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你就告诉自己，完成比完美要重要，完成要比完美重要，完成要比完美重要。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做的话，那就没有那个抽象的完美在了。完美就只是一个 idea， 没有人可以看得见，连你自己都摸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先做，而且做了之后就会慢慢的把它变得更好。下一个，我想知道陶酱当初是什么契机开始学英语，并且英语这么好的？我英语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口语交流只能说是没有障碍。它什么契机变好？我说实话，好多人都说是留学的原因啊。准确来说，留学会让你的学术英语变得非常好。可是是否能让你的社交英文变好，这个地方，是因人而异的。我有认识的很多中国朋友，他留学了，可能跟我有点像，就是更愿意是和中国人去打交道，而不是外国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变得很好。我真正英文好，其实是和萨巴开始约会，跟他聊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英文就越来越好了。而且是一种口语上的好，就是你不会说一些非常假大空的那种学术语言，也不是假大空的学术语言。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吧，他跟我一起写论文，那个时候，就会你知道写论文的时候会有最后一节总结语，比如说 in conclusion 啊，然后有这样一个总结语特别好玩，叫做 in a nutshell。in a nutshell 就是长话短说，或者是总的来说的意思。可是当时我写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用电脑打论文的时候，写的是 in the nutshell， 没有写 in a nutshell。然后萨巴在帮我改那个英文错误的时候，他看了一下，他就在旁边标了一个注释，说的是 in the nutshell is dark and I can't see anything。所以说，跟他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种小小的幽默，然后也会学到一些英文。可是这些英文是比较 academic 的，然后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你会去捕捉他所说的那些语言。我有问萨巴，我说，你的中文挺好的，是怎么学的？他说，就是找一些你喜欢的，演员呀也好，或者是主持人也好，去看他们的采访。像萨巴就很喜欢窦文涛，说那是他哥们儿。他经常就会看或者听《锵锵三人行》呀，或者窦文涛的自己的一些节目。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呢，也是会有用的。他会教你一些很好的故事啊，或者是很好的叙事的方法，去表达你自己的情感，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你会有一些外国朋友，你跟他用他的语言去交流的时候呢，也可以增进英文。下面陶酱对未来的计划是工作还是继续照顾家庭拍 vlog？ 其实说实话吧， vlog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做的事情。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当然就做到不喜欢为止咯。所以说目前来说，我的工作计划还是继续拍摄的 vlog， 然后继续用 vlog 来支持自己热爱的事情，以及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 freelancer， 就是自由一点的自由职业，我就可以用剩下来的时间打打球，陪陪孩子，而且把经济压力更多的交给萨巴，而不是我自己。这样的话，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能够以更轻松、更乐观的状态来对待孩子，这是我们
协调下来，觉得比较就是去 optimize 我们的 utility， 我们的 profit 这样一个选择。好的。下面他还问了一些问题，就是陶匠的衣服好好看，有国内网店买的吗？当然有啦。哎呀，可是太少了，就是我有好多都是我喜欢去实体店去试，网店拍摄的照片呢是怎么说？模特是最好的身材，他有了最好的灯光，最好的摄影师，那还会去调整，把衣服调整到最好的角度，然后拍出来的。所以我在网店买的时候总是会很犹豫。我更喜欢就是我自己去试，我知道这件衣服我很喜欢，我会穿很多遍，那样比较好。你们也会经常看到我不是很买衣服很多的那种人，有时候可能一件衣服4、5年前买的，像这一件应该至少3年了吧。之后还会穿的。我觉得这种消费的态度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态度。如果我买到了好看的衣服，我期待在以后的时候更及时的跟你们去分享，这样的话趁它还在架上的时候，你们还可以去买到，可以吗？今年会有和 Tina 见面的计划吗？阿萨还记得酸酸和酸酸有交流吗？如果我们接下来有都在国内的时间，我相信我们肯定能够 make it happen。阿萨真的还记得酸酸，我们还有一些书。上一次阿萨去参加一个签售会，那个签售会的作者呢，他也写了一本书，是酸酸之前喜欢的，还让作者给他们签了一个名呀，然后说希望他们俩能够一起读，享受这个书。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陶匠的 MBTI 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 ENTJ 吧，我觉得。可是 MBTI 我觉得老是在变呀，就是有时候 I 有时候 E， 然后和萨巴在一起我就很 P， 就是不愿意去进行一些计划，因为他特别会做计划，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 P 一点比较省精力，不用2个人都很爱做计划，最后2个计划都冲突了。什么呢？就是很久以前我是会做晚饭，如果你们 follow 我的视频很久的话，我会做晚饭给我和萨帕2个人，也会做晚饭给阿萨路易的。但是萨帕是一个对晚饭要求非常之高的人，他就是会认为某一个季节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比如说冬天吃烤箱类的食物多一点点，夏天呢就会吃清爽一点，这我能理解。然后所有的主菜，它和它的配菜搭不搭，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西餐的家庭式的西餐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是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搭不搭呀什么的，就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脑力大挑战。最后就变成了我跟他说，我说对我来说很困难这件事情，就是猜到你想要吃什么，猜你喜欢这个事情我做不到，你来安排这周做什么。他也很欣然的接受了，所以最近这1、2年基本上都是他做晚饭，省了我好多精力。最近他又工作特别忙嘛，昨天晚上他到家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周没有去买我们这周要吃的食材，所以我就随便发挥了，吃吧。结果他吃了，一边吃一边感动的冒眼泪，说天哪，好幸福啊！就是你给我做晚饭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我天天给你做晚饭，你就会给我挑吹毛求疵了，但是如果我偶尔做一次的话，你就会感动的感激涕零。他说好像是的。这件事情跟你们分享，就是在婚姻里面也好，友情里面也好，就不要认为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是你必须得做的事情，你有时候放手，可能得来的结果会更好。这个和 MBTI 有关吧。OK， 下来，陶匠现在生活看起来很好，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是如何探索出这样的理想生活的，以及怎么早睡早起？第一个是想要的生活，绝对不是别人告诉你这个生活很好，而是你自己真心觉得很好。其实我在跟我周围的人说，我2025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练网球的时候，我周围有好多人都说，你现在练有点晚了，真的要练吗？而且网球不便宜哦。我听到了，如果我是自己能够去支付这一部分成本的话，就是经济上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特别想练，所以我最后就练了。就算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包括那个手啊、腿啊，这个全都刮伤了，你会觉得还挺爽的，就是这课值了。我又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又打得很爽，我还收获了一身战果，很爽。所以说，想要的生活绝对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想着跟别人去对抗，可能可以就是也尊重别人的想法，
也告诉别人你可以尊重我的想法，我已经成年啦，我有自己很想要做的事情，等我做1个月、2个月了之后，我给你看成果好不好？用这种方式来和周围的人去和解，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不迎合、不献媚、不妥协，做自我，可以吗？下一个问题，如何快速减肥？很认真的说，把减肥这2个字从我们的字典里划掉吧，不要说减肥，我们说的是我想要如何变得健康。健康这个2个字远远要比减肥重要的多。可能在20岁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你不觉得，因为有时候你减肥的时候可能会想的是，我要速成，我要怎么样，我不吃，或者是这些都不行。在我看来，怎样保持健康，早睡早起，吃的健康，会承担很大一部分的作用，以及不一定。我说吃的健康不一定说要吃什么非常难以下咽的那种节食减肥餐，你就吃的正常，然后呢，在健康的食物里面找你喜欢的就行了。像我自己很喜欢吃鸡蛋，很喜欢吃一些番茄呀，那我就尽量让我的饮食里面这些原型食物多一点点出现。哦，对了，昨天做了一个烤箱的红薯。我一直以为阿瑟、路易很讨厌吃红薯，因为我小时候在他们小时候给他们做过。可是昨天，哇塞！我刚一出炉，他们就疯狂想要吃，一边烫一边吃，一边烫一边觉得很好吃。最后我和萨巴就吃了一丢丢。所以，这种的话也可以用来去代替平时会吃的一些精细的碳水。所以说不要快速减肥，就想着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一个长久的健康状态，好吗？接下来想问桃酱喜欢听的歌，喜欢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哎呀，这个就是说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看的电影电视剧比较少。我喜欢听的歌，最近刚听完五月天，就特别喜欢五月天，然后呢一直在放。可是五月天是不是最近除了那个电视剧的片头曲没有出别的新歌呢？他的旧歌我都觉得好好听，尤其是我觉得像这种摇滚乐队，听他的 live 比听他的专辑，个人觉得更好听。这个不成熟的小的想法啊，你们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我真觉得 live 太好听了，尤其是温柔的 live 是我最爱的，阿瑟路易最喜欢的。他们虽然没有去看现场，但是天天在车上跟我一起听派对动物，这是他们最爱的歌。还有什么歌手我喜欢？还有一个叫做事后烟，也不错。下一个，桃酱是如何让自己不太自律的时候回归到自律生活的？大学生回到家就动不起来，无法静下来学习。有时候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你可能长时间在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忽然一下子放松了，就像是弹簧被崩断了，你自己没法回到正常的节奏了。有可能你需要一下调理一下。像我刚刚说的，你写一个 to do list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速成的，就是当下就会有效的一个办法。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去建立一个学习小组，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去学习的话，你找2个学习搭子一起去学习，就不要学习变成玩乐搭子就行了。给自己定一下，每天会有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时间是去做好玩的事情，然后剩下的时间说，为了得到那个2个小时好玩的时间，我剩下的时间我要好好自律学习，这也是一个自我激励的一个小小机制。还有就是适当的不自律也是正常的嘛，1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大家不想要自律，就想要摆烂，允许自己摆烂，不要过度的谴责摆烂的自己，就想的是我在休息呢。认可摆烂的自己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坏果子要从身上摘掉，不要这样想。你没有看过那个胡适的留学日记吗？可以去看看，他说什么7月4号新开这本日记，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夫。7月13号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5日3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7号打牌，7月18号打牌，7月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大作家的留学生活。然后呢，9月6日，胡适戒了牌瘾，在当天的日志说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那之后呢，他就不再打牌了。所以说，可能记日记也是一个办法。然后当你不停的去看，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在反省。我刚刚说的 to do list 是一个从现在看未来，
那日记呢，则是从当下看过去。当你不断的从当下看到过去，好几天都在怎么说摆烂的时候，可能你当下就会想要做一些新的改变。这种过去的积累也是有用的。OK，SIM 卡告诉我说，已经被存满了，快点结束对话，结束录制吧。那么这周的 vlog 以及 Q&A 就到此为止。我是一颗半桃酱，如果你们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东西，也可以问我，我也很欢迎你们提问。那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